实际上，自5月份以来，北约已举行了行动代号为“刺猬2022”、“铁狼”、“欧洲捍卫者2022”和“快速反应2022”等多场大规模军演，外界称密集演习剑指俄罗斯。不过，尽管北约国家尽力维护着内部团结的形象，但也有观察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就被绑缚在美国战车上，不仅丧失了战略自主，还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被美方收割。而随着俄乌局势的延宕，许多欧洲国家也逐渐看清了利弊得失，开始各谋出路，从而导致了北约内部的分裂。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接受采访时再度表示，我们绝不能羞辱俄罗斯，因为这样到战斗停止的那一天，我们就能通过外交手段铺平摆脱危机的道路。他还称，我相信法国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俄乌冲突以来，马克龙的确多次与普京通话，试图从中斡旋。马克龙3号表示，过去半年间，他与普京的对话时间超过100个小时，但他也直言道，这些对话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此外，意大利也多次表态愿意调解俄乌冲突。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希望意大利能成为两国的安全保障国。上个月，意大利还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和平框架，该方案意在冻结目前的交战前线位置，这意味着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将失去大片领土。这个方案最终遭到俄乌双方的反对，谈判也不了了之。由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拱火的这个火上浇油的这些政策加上英国，还有这个中东欧的这些国家，法国、意大利呢，调停的呼吁呢，并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中东欧包括美国啦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攻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他们的这个矛盾还会持续下去。除此以外，北约中还有不想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土耳其一直表态自己是中立派，愿意做俄乌之间的调解人，不会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土外长恰武什奥卢还说，土耳其控制着从地中海进入黑海的通道，决定取消或推迟一些原计划的北约海军演习，以此表示尊重俄罗斯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积极斡旋，在不到2周的时间内，埃尔多安2度和普京电话会谈。同时，埃尔多安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促成了俄乌外长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的会谈。这是俄乌冲突后双方高层的首次直接对话。他这么做呢，我想呢，一个呢，他要凸显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地位；第二呢，就是说他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保持跟俄罗斯对话渠道，凸显他在西方内部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也不能完全相信美国，不能完全相信北约和西方。但是呢，他又不能这个完全跟俄罗斯呢站在一块，这就决定了他只能采取这样一个所谓的相对中立的这个政策。不过，以波兰、立陶宛、阿塞拜疆等国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则全面支持乌克兰，不仅大面积开放机场口岸，还多次向乌克兰直接运输战略物资和先进武器。波兰与立陶宛2国总统还同时访问基辅，立陶宛国防部长甚至率先亲自在战火中突访乌克兰，并号召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就在6月7号，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透露，波兰正在签署一项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武器的协议。这份武器出口合同，即使不是近30年来最大，也会是最大之一。迄今为止，波兰已是美国之后第2大武器装备供应国。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中，可以看到大型运输机、作战飞机、远程火炮、装甲运兵车、俄式坦克、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可以说，波兰已成为北约组织参与俄乌冲突的前沿阵地。邻居隔得近，那就更需要用一个务实的立场来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那现在呢，这些国家呢，因为觉得自己既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成员国还有这个美国在后面做一些倚仗，他们认为呢，可以毫无顾忌的去推进弱俄遏俄政策想这个通过这个彻底把俄罗斯打趴下，来解决自己的这些安全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现实，俄罗斯被逼到一个他认为无法忍受的这个境地
我想呢，未来俄罗斯跟这些国家的冲突呢，也可能还会加剧。波兰这些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想不会。这对它的这个安全环境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损害。欧洲国家内部的分裂也体现在了近期欧盟对俄制裁的立场上。当地时间6月2号，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批准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将立即禁止进口75%的俄罗斯石油，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不过，欧盟就这一方案达成一致来之不易。按照欧盟规定，欧委会的提案需得到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但由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对俄罗斯石油高度依赖，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供应商，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要求在对俄罗斯石油禁运中获得豁免权，但并未获得批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形容欧盟关于禁运俄罗斯石油的提议就像是原子弹，必须要设法避免。最终，欧盟内部就折中方案达成共识。根据第6轮制裁方案，保加利亚获准继续通过海路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直至2024年。匈牙利等国也可以暂时继续通过德鲁日巴管道获得俄罗斯原油。分析人士对此指出，这表明部分欧盟国家已经意识到对俄制裁正在损害本国经济。尽管欧盟成员国就部分禁运俄罗斯石油达成一致，但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盟内部利益诉求不一，分歧暴露无遗。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欧盟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表现出的团结正开始崩溃。当地时间6月3号，斯洛伐克经济部发表声明称，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禁运使斯洛伐克承受了各成员国中最沉重的打击。欧洲很多国家呢已经意识到，制裁跟反制裁呢对欧洲经济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反噬。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呢也在问，最后的临界点呢到底在哪里如果是民意出现严重的反弹，那政府呢也有可能会改弦易辙。所以应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阶段。因此，不少观点指出，美欧对俄施加制裁只是一损俱损罢了，因为欧盟的禁运将对俄罗斯造成多大打击尚未可知。实际上，尽管西方接连出台制裁，旨在削弱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但俄罗斯每月仍然从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3月从美国第9大石油供应国攀升至第6位，月石油供应量近乎翻倍，达到421.8万桶。俄罗斯财政部近日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俄罗斯预计6月石油和天然气销售收入将增加3930亿卢布，约合63.7亿美元。对于本国经济形势，俄罗斯总统普京颇有信心。他在6月6号表示，本世纪20年代将成为俄罗斯巩固经济主权的时期。普京还表示，俄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私营部门的主动，秉持开放与广泛国际合作的方针。持续加码的对俄能源制裁，美方也有苦难言。由于油价飙升而导致的通胀，导致美国国内民怨沸腾，美政府支持率直线下降。当地时间6月1号，拜登不得不出面表示，政府短期内无法让油价下降，但正考虑其他方案。美方另辟蹊径的其中一条渠道，便是瞄准了沙特，想和沙特商讨石油增产的可能性。据法新社报道，拜登日前承认自己考虑访问沙特。I have no direct plans at the moment, but let me tell you that I have been engaged in trying to work with how we can bring more stability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I would be going to meet with both the Israelis and some Arab countries at the time, including, I expect, would be Saudi Arabia would be included in that if I did go. But I have no direct plans at the moment. 除了与沙特频繁沟通，美国政府在过去1个多月里还向沙特阿拉伯运送了大量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去年底以来，沙特军方就一直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用于击落导弹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分析认为，在油价飙升的背景下，美方积极向沙特运送爱国者系统，目的还是让沙特增加石油产量。Both Swedish and Finnish militaries bring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apability if finally entering into NATO.